这届百花奖再次把观众恶心了一把，有些奖项给的太离谱了，现场又把人情世故演绎的淋漓尽致。谁都知道业内一直是戏外的功夫比戏里好，这也太会自娱自乐了，难怪你们这圈子日渐衰败呢，自找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大众不发音，8月10日晚，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落下帷幕。这个举办了38届，号称代表大众选择的电影奖项，却在闭幕后被大众骂上热搜。让我们来看看这一晚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晚，101位代表大众的评审通过现场投票的方式选出最终得奖人。在影帝影后的投票环节，王宝强竟然无1人投票，刘昊然获1票，马丽2票。2022年的百花奖，沈腾也出现过0票的情况。这4位累计票房1130亿的影人，总共就获得现场观众投票3票。网友笑称只剩下冰冷的票房。诚然啊，他们的送选影片不是拿奖型的作品，但他们可都是观众实打实掏钱买单的影人啊，实在是不至于落得这个票数吧。易烊千玺打败了王宝强和梁家辉，获得了最佳男主。请问你们离不离谱？搞笑的是啊，打败就算了，他们还搞了个现场投票，王宝强直接没人投，也是把我看笑了。很快，关于王宝强0票的词条就报上了热搜，网友们纷纷表示被做局了，这不蠢蠢侮辱人。上一次沈腾拿了0票，这一次王宝强拿0票。百花奖偏人气，是群众投票奖，这2位都是有票房号召力的，得不得奖不好说，但2人都是0票，很难评。别欺负俺们宝强了吧，之前你12亿票房志愿军的男主朱一龙获得7票，30亿票房南京照相馆的男主刘昊然获得1票，但是7亿票房小小的我的男主咱们的四字先生成功获得48票，呈现压倒性优势，同时还险胜捕风追影里的梁家辉。哇塞，整个投票非常真实，过于激烈，4次得奖似乎实至名归。不过业内的一番操作却让观众怀疑这是有黑幕啊！这事说实话还用怀疑吗？毕竟人家都已经提前看透了天意，连歌曲都已经提前准备好了。最终啊，影帝由易烊千玺凭小小的我脑瘫儿一决拿下。有的网友认为啊，实至名归，但也引来不少诟病。有网友写下留言：苦难不是表演的捷径，残障不是镀金的工具，以此来表达易烊千玺拿奖之路颇有点投机取巧的成分。事实上，易烊千玺的获奖感言提到了段奕宏对他说的一番话，也有点这个意思。小小的我当时发预告片的时候，我和段老师正在拍一部戏，然后段老师那会儿看完这个预告片就跟我说，这种角色没拿住就是一个大坑，说拿住了很不容易。整场颁奖典礼看下来，感觉百花沦为了电影圈的自娱自乐。尴尬的是，本届颁奖典礼的主题还是初心。一开场的表演啊，一直在强调大众选择，这是完全由人民投票产生的电影奖。60年后的你们还在投票吗？那时候的你们还爱电影吗？这打脸打得也太狠了。我算是看明白了哈，以后这个百花奖像沈腾、马丽、王宝强，你们这些演喜剧的演员就不要来凑这个热闹了。这个奖项跟你们有关系吗？还看不明白吗？你们来了哈，你不但拿不到奖，那都是来丢脸的，只有丢脸的份儿。王宝强0票，我靠，王宝强怎么可能是0票呢？101位评委，难道没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吗？看来这个百花奖啊，不是水，而是水太深。国内的娱乐圈已经烂透了，百花奖就是一个圈层奖、野鸡奖。先看个视频。同样都是拿奖啊，后面那一群人有说有笑，另外一个港星获奖者独自离开了，全程没有一句寒暄哦。你知道有的人是怎么解读这个的吗？他说让我们想想当年那边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我看到这个解释我都笑了哈，你们玩圈层就玩圈层，请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们都已经把那个难看自己的吃相挂在脸上了，你们直接指定给谁不就行了吗？非要出来折腾一下，真的是丢人现眼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热点最前线，我是小坤。2026年内娱最大的黑幕和笑话诞生了，48票封影帝，0票最佳导演，101个评委投出了2个完全相反的世界。8月10号晚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落幕，结果一公布，网络直接炸锅。王宝强0票，刘昊然1票，易烊千玺48票拿下影帝。
更离奇的是，同一部电影里，演员拿到最高票，导演却直接零票，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评选逻辑？网友甚至直接吐槽，百花奖是不是已经从大众选电影变成了圈内玩人情？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场百花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百花奖创办于1962年，它原本是华语影坛最接地气、含金量最高的奖项。当年那是几百万、上千万普通老百姓从大众电影杂志上一刀一刀把选票剪下来，一封封寄到北京投出来的，那是真正的群众认可度。但是现在决定生死的现场101位所谓的大众评委是谁？他们不是随机抽取的电影观众，而是经过线上初评、影评征文、专家筛选，最后由各省市电影家协会省级推荐上去的体制内代表。他们根本不代表市场，他们代表的是小圈子的傲慢与人情，这就是所有不公平的根源。还有人说啊，比起王宝强零票，我更震惊的是，他拍戏26年了，第一次提名最佳男主。事实上，这次提名让王宝强还是非常开心的。前几天还被问到第一次入围最佳男主是什么感受？我觉得挺惊喜的，拍戏拍了26年，26年第一次最佳男主以演员这种身份入围这个大众电影百花奖，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挺难得的。我觉得能提名的景象是非常感恩观众，那我心里也是有观众，所以拍的每一个戏啊、每个电影、每一个角色，我觉得观众都是能感受得到。然而高调入围，投票结果一看为0，遗愿以后就是千万别求着沈腾和王宝强。你不信，随便去街上那100个观众，在入围的这几个人中，让他们选王宝强都不可能是0票。还有36届大众百花奖，最火的不是得奖的，而是0票的王宝强。真是大众的呀！你们都让他入围了，你们101个评委就齐刷刷的给了个0，你们让他入围干啥呀？他好不好啊？我们老百姓不清楚吗？天下无贼、士兵突击、Hello 苏先生演的好不好？我们心里能不清楚吗？大众百花奖，你们代表大众吗？我这里不是说男主得奖的不好啊，我是说的你们齐刷刷的搞了个0。电话接通了，冯小刚在那头说：“硕哥，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我说：“你都知道我要问什么了。”冯小刚说：“宝强的事儿，对吧？”我说：“对。”小刚，你说实话，评委为什么不给宝强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冯小刚说：“硕哥，你真想听实话？”我说：“废话，不然我给你打电话干嘛？”冯小刚叹了口气：“那我就跟你说实话，硕哥，评委不给宝强票，不是因为他演得不好，是因为宝强不懂规矩。”我说：“什么规矩？”冯小刚说：“评委圈子里的规矩。”硕哥，你知道评委这个圈子是怎么运作的吗？我说：“你跟我说说。”冯小刚说：“评委这个圈子有一套看不见的规矩，这套规矩不写在纸上，但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比如你入围了，颁奖前你得去拜访评委，一个一个拜访，不是去求票，是去表达尊重，让评委知道你懂礼数。”我说：“宝强做了吗？”他说：“没有，宝强这孩子以为凭演技就能拿奖，他不知道评奖这东西，演技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你懂不懂这个圈子的规矩。”我说：“还有呢？”冯小刚说：“还有，你得参加评委组织的一些饭局活动，让大家认识你，了解你，觉得你是自己人。你不参加，评委就会觉得你是个外人，外人凭什么给你票？”我说：“宝强参加了吗？”冯小刚说：“没有。宝强这孩子平时不爱应酬，不爱参加这种场合，他觉得演好戏就行了，其他的事儿不重要。可他不知道，在这个圈子里，应酬比演戏还重要。”王宝强0票，刘昊然1票，这让人想起前几年沈腾也拿过0票。王宝强无论是国民度、演技，还是对中国电影的贡献，在业内都是顶级的。在101位评委眼里，他连1票都不值。这种极端的票数不是评选，是公开的排挤和羞辱。当晚的压轴大奖最佳影片颁给了《哪吒之魔童闹海》，
这部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创下中国影史级纪录。但当主办方宣布他获奖时，台下无人站起来致敬。然而，当张艺谋导演带着他的作品登场拿优秀影片奖时，台下瞬间起立，掌声雷动。这无比尴尬的对比，直接撕开了百花奖的遮羞布。哪吒2获得了票房，逼得主办方不得不给奖，但它就是融不进传统电影圈排外的人情网。得票数第一的哪吒拿下最佳影片时，全场影人无一人起立祝贺。纵观整场颁奖典礼，从男配、女配、男主、女主到编剧奖、导演奖、新人奖，每一个奖项都有不少人起立祝贺。偏偏是哪吒这一部中国影史票房冠军救世之作，竟然遭受同行冷遇，你们就说奇怪不奇怪啊？哪吒的导演饺子直接就没有出席，出品人王长田上台领奖时还被主持人喊停，因为要等待优秀影片的投票结果。请获奖代表王长田总，请在座位上稍后，因为我们还要继续进行。我们马上要从其余的5部影片当中评选出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优秀影片奖。优秀影片投票时除了张艺谋之外的4位女士表情好品，每个人都化身为无情的鼓掌机器。2、1，投票结束。2、1，投票结束。投票结束。只有老谋子微微一笑，仿佛在静静等待自己的战利品。最终，优秀影片由豆瓣5.7分，影圈泰斗张艺谋导演的《惊蛰无声》拿下。想也知道了，像张艺谋这种大咖出席是不可能让他空手离场的。此时全场同行集体情商上线，起立疯狂鼓掌，给足张艺谋牌面。影片奖的颁奖嘉宾，欢迎曾经有趣的是，张艺谋还主动找哪吒出品人王长田握手，王长田一直坐着，仿佛在进行某种无声的抗议。值得注意的是，张艺谋上台领奖时，王长田一直坐在易烊千玺旁边的位置上等待领奖。那这个位置之前坐着谁呢？没有人。这个位置从一开场就被刻意空置，没有名牌，就像是专门为了王长田在台下等待领奖的这一刻设置的。你们就说巧不巧？最后的谢幕环节王长田还刻意远离真人电影圈，走到了边上。难道惊蛰无声比哪吒更牛？可事实到底是什么样？论票房，惊蛰无声差得远；论路人盘和传播热度，也完全没法跟全民爆款的哪吒比。论行业突破，一个是中规中矩的真人电影，一个是颠覆影史的动画里程碑。论成绩，论质量，哪吒几乎全方位碾压。那为什么一个站在最高领奖台，享受的是冰窖待遇，另一个拿了次一级奖项，收获的却是最高规格的人情朝拜？这才是整件事最让人窝火，也最值得琢磨的地方。原因压根儿不在作品，而在领奖台上站着的人。哪吒的导演饺子是个什么背景？他简直是娱乐圈的3无人员，非科班出身，没有圈内导师，没有资本捧，更不混什么影视人脉圈。他就是一个医学专业转行，在家里埋头苦熬多年的草根创作者，靠着一股蛮劲和才华，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最关键的是，他深耕的是动画圈，跟台下坐着的那些真人影视圈的演员、导演、制片人几乎零交集。你想想，对台下的明星来说，饺子这个人帮不到他们拿角色，给不了他们资源，也带不来任何利益交换。在很多人眼里，他就是个突然闯进来的外人。你的片子再牛，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站起来给你捧场？所以哪怕你拿了最佳影片，哪怕你创造了159亿的奇迹，在讲究人脉资源和利益互换的内娱，照样可以把你晾在一边，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圈层隔离。所以说，圈子这玩意儿它无处不在呀，你想进入这个圈子它太难了呀，人家几十年把这个圈子那是筑起了高墙，你一个外来者你想捅破，这个时候你就不得不感叹，饺子导演从始至终未出现在这种场合，那简直就是太明智了呀。看着一个年轻人横扫各大奖项，老一辈的这些演员们汗颜呀，太痛苦了吧。在我们继续扒这场百花奖的离奇结果之前，先插播一段来自观众的真实反馈。今年89岁的 PU 先生反馈，他原来感觉双腿无力，现在每天大约吃1/3颗玄宝黑参原参，觉得腿有劲了。我们的节目由普瑞堂赞助，普瑞堂目前有玄宝黑参口服液、普瑞堂目前有玄宝黑参原参、玄宝黑参口服液、植物鱼油、美元皂等产品。
现在购买普瑞堂商品满500美元即可获赠9针9铺纯手工骨法制成的玄宝黑参原参1根，多买多送，单笔满3000美元再加赠1颗特级原参。点击下方评论区链接订购，并输入优惠码 RMB888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好，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那接下来当晚最魔幻的画面出现在同一个剧组，男主角易烊千玺拿到了48票的最高票，封神影帝。但几分钟后，这部电影的导演杨丽娜在最佳导演评选中竟然拿到了0票，这简直就是大众评委在现场集体上演的逻辑精神分裂。大家仔细想想这背后的逻辑，电影是导演的艺术，演员的所有高光表演都离不开导演的镜头调度、节奏控制和剧本打磨。这101位评委一边夸这部戏的男主角演技天下第一，一边又说这部戏的导演水平是一文不值。请问这两者是怎么在同一个大脑里自洽的？难道易烊千玺是在片场自己给自己导戏吗？真相只有一个，主办方在后台分蛋糕的时候根本忘了对账。易烊千玺拿奖前导播就已经开始不停的给他镜头，仿佛在预告着什么。宣布他获奖后颁奖台周边的观众给他唱歌。他们唱的是千玺，我没听错的话，应该是这条小鱼在火，是吧？对，是这个电影的宣传曲。那也是千玺唱的。我相信今天的这项荣誉，所有热爱你的影迷都在乎。他拿完奖下台后，黄晓明还要看着他的背影一顿夸赞。作为演员，我觉得他能突破自己真的太厉害了，我觉得真的非常敬佩他。我觉得这真的是实至名归。可以感觉到咱们年纪尚轻的易影帝俨然已是电影圈里颇有分量的一灯了。我感觉现场最符合我心理状态的艺人就是刘诗诗了，一种活人微死感，每次镜头扫过都宛如一个雕像，静静的看现场大家如何演好这出大戏。百花奖看了吗？各位，王宝强0票我不意外，易烊千玺拿影帝我也不意外，但是易烊千玺得奖这部电影的导演0票，我是万万没想到的。不是说电影是导演的艺术吗？0票的导演带出48票的影帝，他们自己不觉得矛盾吗？果然是文体不分家，但谁也别笑谁。我不是说流量明星怎么样，我同意演得好的流量明星被提名拿影帝，我不同意老资历的演员就好像港圈那样，对吧？演技没有任何长进，就纯靠吃老本，把演技突出的年轻演员给压下去。但有个前提，就年轻人真的要比老演员演得好，哪怕半斤八两各有千秋，你把奖给流量明星我都没有意见。可小小的我中，易烊千玺的表现真的要比捕风捉影梁家辉强？只要是看过这两片子的，我相信心里面都有点数吧。我们总说作品为王，可这个名场面却狠狠打了所有人一巴掌。他告诉我们，在某些圈子里，作品在权力和人脉面前可能啥都不是。我的观点很明确，这起事件是内娱的一次集体社死现场。他把圈子文化里拜高踩低、趋炎附势的潜规则，赤裸裸地曝光在日光灯下。影视寒冬不是没理由的，大家可以品一品，演艺圈是不是一个江湖？演员奖为了迎合流量和话题，死死砸给了顶流，但导演奖名额有限，这块蛋糕必须拿去分给其他需要平衡的人情和剧组。为了把利益最大化，一部完整的电影被强行肢解，最后凑出了这种主演封神、导演挂零的内娱奇观。百花奖走过了60多年，但如果一个大众奖项失去了普通老百姓的信任，变成了业内的人情世故、极端的票数排挤以及毫无逻辑的分蛋糕游戏，那它的含金量还剩下多少？当大众奖不再代表大众，它就注定被大众抛弃。好了，对于这届内娱最荒谬的百花奖，您觉得易烊千玺拿影帝是实至名归吗？为什么可以演员封神、导演挂零？你怎么看王宝强的0票和导演的0票？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犀利看法。如果你也觉得这届百花奖太离谱，别忘了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